不错，有我当年几分气魄。黑暗必将笼罩空间万界。黑暗若至，我愿以己之身血，证无道。 至尊惊现，火凤玉血。所谓命运，无人能反抗。你所谓的守护，守护的不是人，而是你自己的王冠。神殿留意你很久了。 不错，有我当年几分气魄。黑暗之无上伟力，必将笼罩空间万界。苍穹若暗，我必破晓而出；黑暗若至，我愿点燃自身，以己之身血，证无道。 之中，你醒来，掸去满身尘埃，重逢世界以外。淋漓鲜血染成海，你笑着说重来，对抗命定悲哀。灰烬之中掩埋的残骸。 出一些未来，绝望滋养出的信念犹在，身后被命运撕开，你明白，越残酷越不该，我不屈的姿态，团世界。 早已注定。3000州，天下间，无论哪个道统，若以大欺小，我必登门拜访，灭他道统。
这场梦什么时候才能醒？遍体鳞伤，等待渺茫的黎明来临。倔强的心仍不愿放弃。决定中的世界，等着被希望拯救，冲破黑暗的囚牢。在明灭寒夜并肩，等待黎明来临。我要重新将希望燃起。决定中的世界，等着被希望拯救，冲破黑暗的囚牢。我就在你的身后为你守候。决定中的世界，等着被希望拯救，冲破黑暗的囚牢。方兄神勇，当世罕见，佩服佩服。我已派人前去与荒洽谈，到时你我可坐享其先体。想来踏出那一步的造化可期了。可惜道兄这一子落错。内荒听闻我之名，只怕反倒起了防备之心。何故如此？无妨，只需他不当即发难，也可为我踏出那一步争取时间。荒兄握有仙体一事，传遍仙谷。六冠王宁传已在整合人马，荒兄的诸多仇敌皆在暗中勾连。不知有多少人觊觎垂涎。我家大人君道的意思是，荒兄若有悔计，他自会元首。哼，我与你家大人素昧平生，为何要对我元首？荒兄说笑了，我家大人与堕神子大人仰慕道兄之才，故此愿鼎力护持道兄。既然二位成林已早，自然是交友广阔，不缺结盟之人，又为何看重我呢？实不相瞒，二位大人想与道兄你共同参悟仙体，好尽快踏出那一步。到时
你们3位大人联手，自可纵横仙谷。闹了半天，你们是想白嫖仙体啊？2位大人既然是一片好意，在下自然却之不恭。2位大人若想观摩仙体，我随时恭候。道兄气量，果非凡俗可比。我这就去禀告2位大人。哼！你是说我凡俗呗？你别跑！你又打什么鬼主意？就算不愿结盟，推脱便是，为何要平白招惹这2人？那堕神子与我师门有仇。当年众多教派前来围攻至尊道场，你2位师兄英勇无敌，丝毫不惧。只可惜，我能饶过他吗？这黑渊下方危险异常，可因仙谷移民出手大方，在此收购仙道宝物，故此不少人甘冒风险深入寻宝。不敢下就滚一边去！你们敢去送死啊？奇怪，黑渊之内有什么东西在呼唤着我？我要下去。你已有仙体，大可不必冒这个险。你没看到刚才那几个人的惨象吗？这黑渊深处与我有莫名感应，无论如何我得下去看看。你们就在此处等我。雷帝，怪不得这些雷霆纷纷凝聚在这甲胄之上。原来是雷帝曾在此激战，留下的雷道法力凝聚不散。刚在幻境之中所见，难不成是昔日雷帝激战之景？荒，虚妄。空堂也曾在此一战。凤羽。这黑渊到底是何等所在？这么多师兄级高手在此留下征战痕迹。荒，与我一同。
是柳神，就连柳神都不为我击战，前辈时的柳神，比在下界之战出相丑时还要强大不知多少。可他的对手，雷帝、鲲鹏、真皇他们的对手，又是何人？柳神，我感应到的召唤，是你吗？无上老险，命运强大杀机，只一滴便可斩教主。这些就是仙骨生灵的血吗？当年柳神他们参与的竟是这等层级的战斗。柳神，你又逼护了我一次。晃，是你在呼唤我吗？昔日重现，可这一切与我有何关系？晃，与我一同奔赴那场大战。晃，晃。刚刚的感觉，仿佛再走一步就要遭遇极大危险，彻底生死报销。难道是个陷阱？这些尸首的穿着，皆不似当世之人。难道这些裂缝是通往不同的时空？此地时空竟紊乱至此，是因为那鼎的出现。当世从未听过这样一日鼎的传闻，难道那鼎亦不属于这片时空？有朝一日，我定会登临神道绝巅，横推一切敌人。到时会回来，真正踏上此祭坛，前往那未知之地，探明这一切的因果缘由。有人！
题吧？没事儿的，黑色古船都困不住他，你们有什么可担心的？哎，你不是说自己能得长生不死吗？下去打探。我怕啦？那以后就少吹牛。谁说我怕了？吓你就吓你。要不咱们再等等，这下边看着是挺吓人的。魔鬼咸中丑，老子就赌一把。你小子还真敢下来！生死兄弟，你久久不归，我怎么能不下去看看？年轻的贵客，我感受到你从黑渊下方带出了至宝，我愿与你交换，如何？用什么换？你只管开口。但是这些材料就可以铸惊世宝具，你真的要换出去？我可不缺宝具，缺的是圣药。此刻我手中并无贵客所需之物，但藏城之内正在举办重要的拍卖活动，想来应该还剩下几件仙谷罕有的至宝。贵客不如前去一看，兴许就有看中的，到时候我们再来商议。好，去也无妨。这小子究竟得了什么宝物，值得八臂魂族如此讨好？莫不是什么仙道宝物？那可是彝族拍卖会，桩桩件件皆是宝物啊！寻常人哪进得去啊？此刻我手中并无贵客所需之物，但藏城之内正在举办重要的拍卖活动，贵客不如前去一看，到时候我们再来商议。仙谷一地，亘古长存，多少世代以来，从未有人发现永生之法。不过，生命之泉可阻抗衰老，增加生机。复生草只剩一丝生机，服用此草亦可保命还魂。两样珍宝一同拍卖。好巧，这两件东西恰是我下一步修行所需。这两件东西我要了，你就不听听人家的报价吗？喂，你看人怎么如此无礼？这家伙实力不俗，看来不像当世人物。慌，我名堕神子，没想到你竟送货上门了。哼，原来是你。两位贵客看来都有兴趣，还请先听报价。拍卖结束后再来找你，随时奉陪。这位贵客手里有上一纪元留下的柳枝。诸位，此二物的起拍价为1节柳枝，上一纪元留下的柳枝。贵客可有意啊？这两样可都是起死回生之物，远比圣药珍贵。你们怎知我带上来了1节柳枝？又为何要如此？既想与贵客交换，自不该隐瞒。那柳枝乃是我等仙谷原住民的祭灵古祖所留。祭灵古祖？此处是为那祖祭灵的神果。如今，我等依旧供奉着祖祭灵的1节遗退，
故此，贵客一走出深渊，我等就有所感应。贵客应是带出了与圣物同源之宝，我便揣测是借柳枝。如今我等希望尝试将你带出的柳枝融入祖祭陵遗留的枝干之中。若能复苏其遗退，你便是整个仙谷遗族共同的恩人。既然都是柳神遗留，理应合在一起。既是为了此地的信念，我自然也愿与人方便。你有如此实力，却依旧愿意公平交易，想来也足可信任。柳枝，我能给你搞一车了。你聋了？人家说是上一纪元留到如今的，上一纪元有没有柳枝都不好说，还柳枝？既然如此，我愿出价。好生供奉吧。贵客，这2件东西归你了。敢问拍卖会主人，你们如此叫价，仿佛特意安排一般，恐有私相授受之嫌啊！我们仙谷移民的拍卖行，欲换得何物，怕是不容尊驾智慧。此人心怀怨愤，贪欲难言，怕是会对贵客不利。可需我等帮贵客打发了他。不需要，他敢找麻烦，我自会找他。干嘛？还想动手抢啊？说好了，此件事了，你我做个两断。你自己去城外挑选一处坟墓吧。萤火之光，也敢与皓月争辉？献出灵药仙体，我还能让你死得体面一些。你敢对我出手，就留不下体面。这是替我2位师兄还给你的，比你的2个师兄强，但是还不行。这是还你方才的嚣张气焰。你也迈出了那一步，你并无多时积累，也没听说寻到什么特殊机缘。你修出仙气又不是多难的事儿，只有你这等废物，才总打算靠那些外物。你怎敢如此贬损我？好像神道决定的熔炼术，早就失传了吗？杜神子从哪里得来的此秘法？定是他打算争夺最终机缘的隐藏手段。看来这熔炼术不如3件道火。你看，他还活蹦乱跳的，都没受什么伤。还有没有什么禁忌神通能施展的了？如果没有，那我可要结束此战了。你不要太过张狂！
神子修出的仙气，并无10号那般惊人。奇怪，怎么会是人形的？不应该啊！小心！真皇神通，不死不灭，我倒真是小看你了。我承认，你确实比你的2位师兄强一点。可惜了，至尊道场好不容易收了你这么个徒弟，却还是遇到了我。你我同样修出仙气，为何你？想来是因为你迈出那一步时，不曾遇到诡异。难道你对抗了不祥？你以为我不知道？最近数位试图迈出那一步的人，无论成与不成，皆不曾遭遇诡异不祥。10号告诉我，其实是我暂且斩碎了诡异源头。什么意思？你没有那经历，不会懂的。结束了。不知道这堕神子有没有什么好石头在身上？嘿嘿嘿。古代怪胎堕神子一战陨落，荒的名声传遍仙谷，震动十方。想走？结盟一事不再聊聊？大人，此事与我无关。我是一心想促成你们结盟的，谁料这堕神子却暗藏祸心。可这一切可与我无关。你们俩去挑一挑，看看那堕神子身上有什么能带走的好东西。既然你想促成结盟，那方不方便？现在带我们去拜访拜访那个君道，当面洽谈。志宏，难不成要连斩古代怪胎？君道要离开呀，或者迈出那一步。君道大人，就在此处。算你识相，滚吧。有法阵守护。君道，出来！幻象，可惜让他逃了。也是此人能够当机立断，舍弃道场。的确比那堕神子脑子清楚一些。藏界一行收获颇丰，单说这匕首，内蕴7彩仙金，也不知跟大罗仙剑比，
这匕首上的七彩仙签被大罗仙剑吸收了。那这大罗仙剑可有变化？分量，反正没啥变化。恐怕这剑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强大。